江澄烦躁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废话。金陵这才不情不愿道：他们说，从大概半年前开始，最开始失踪的是一些流浪汉，本来也没有人注意到，毕竟他们也都没有亲属。直到有一天，一个经常会给流浪汉留一些饭菜的酒店老板发现，他留在门口的东西2天都没有人碰过，这才惊觉最近见到的流浪汉越来越少。到他发现的时候，镇上已经没有流浪汉了。后来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独居或者相依为命的老人们，直到最近，失踪的人才开始慢慢变成了青壮年。江澄脸色沉了下来：这个地方不是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吗？你都不知道家主怎么当的？金灵敢和江澄对着较真，也是看出来江澄真的不会怎么样他的情况下，不涉及到江澄的底线和原则时，大部分时间他还是纵着金灵的。金灵算是被他看着长大，对自家舅舅一个标点符号都能解读出该有的意思。此时看江澄脸色严肃，不免紧张地退后了半步，然而嘴上还在勉强较着真：我管的地盘大了去了，哪能每个地方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再说了，流浪汉失踪自然没人去找我，那些老人们失踪也没有人去找我，青壮年离家更是常有的事。我哪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还能知道这儿的异常？金陵说的在理，江澄心里清楚。然而魏无羡生死不明，他本就心里憋着一口气没地方撒，更何况现在发火也没个对象，只能抓着金陵泄一泄恼怒。他吸了口气，猛地站了起来，冲金陵挥了挥手：扩大搜索范围，看邻镇是否有相同情况。如果近半年来失踪的都是这个镇上的人，罪魁祸首的老巢就肯定在这附近。是。金陵虽已经是家主，但是对自家舅舅的话还是明逆暗从，只是心里依旧惴惴。舅舅，魏无羡他……魏无羡对金陵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其地位虽依然及不上江澄，但是也差不了多少。金陵不敢多想多问，只是埋头做事，告诉自己只要他动作再快一点，找到魏无羡的可能性就大一分。然而此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已经3、4天，心理防线再强也架不住这每天犹如架在火上慢烤的煎熬，终于将自己的担忧问出了口。谁知江澄闻言，既没有暴跳如雷让他少问，也没有长吁短叹让他别管，只是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像是不想再听他说什么，摆了摆手低声道：快滚吧。屋内一时沉默下来，落针可闻。半晌，金陵才到了句式，拉开门离开了房间。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生死不明的是你的肉身和忘机的魂魄？魏无羡足足花了半个钟头，才让面前的3个蓝家人相信了，他不是伤心欲绝精神失常的蓝忘机，而是塑了蓝忘机壳子的魏无羡。尽管现在蓝曦臣依然是一脸不能进一步刺激到你的小心翼翼，魏无羡想立刻冲回思源镇去找蓝忘机，然而有心无力。他向后靠了靠床头，疲惫道：没错，结魂戒的效用就是灵魂互换。蓝景怡小心翼翼瞅他：那为什么不叫换魂戒呢？魏无羡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平平板板道：因为好听，有问题吗？蓝景怡被那双属于蓝忘机的琥珀色眸子一盯，只觉心脏倏地一紧，立刻有了一种被韩光君瞪了的错觉。即使知道是大大咧咧的老祖前辈，依旧立刻瑟缩着静了声。蓝曦臣心系自家弟弟，倒是不在乎这个小玩意到底叫什么。此刻眉头早已皱成了川字，追问道：那温若寒不是早在几年前就死了，为何还会出现在思源镇内？魏无羡也是同样的眉头紧锁，他沉默着思虑半晌，才缓缓开口：我曾在与赤峰尊共情时见到了金光瑶杀温若寒的场景，当时他砍掉了温若寒的头，但因要带聂明诀走，所以并没有将尸首带走。至于后来……他转头道：是谁最后收了温若寒的尸？蓝曦臣神色一僵：据我记忆，是蓝家。这就对了。魏无羡道：蓝家对待活人死人都是恭敬有加，肯定不会干出让他挫骨扬灰的事吧？蓝曦臣颔首道：的确，我们虽然对温若寒也恨意入骨，但是经过我和族内几十位长老的共同商议，还是把他尸骨封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加了几重阵法，并且日夜不休看守了5年，
才开始慢慢疏于看管，还是我们疏忽了？魏无羡摆手道：“不怪你们，换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身残志坚，这么多年了还能爬出来祸害人间。”蓝曦臣道：“不过听你描述，温若寒的状态不像是普通凶尸，更像是被什么人操纵了。不错。”魏无羡刚刚被蓝曦臣输了不少灵力，再加上蓝忘机身体本身灵力充裕，很快就缓过气来。应该就是我最后见到的那个人，把他的尸体偷了出来，进行了炼制。他像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啧了一声，才有些犹疑道：“他成了血尸，连我都没有见过这种邪术。”蓝思追和蓝景怡被顶着蓝忘机脸的魏无羡那一声啧，刺激得十分难以接受，脸上一阵莫名的扭曲。魏无羡却没注意到他们的神情，继续道：“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奇怪，温若寒化成血尸后，我俩其实基本上已经穷途末路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却突然被口哨声唤停。那人似乎不想杀我们，不然他总不至于专门让血尸停手，非要自己亲手毙了我们。再者，万一我们还有一击之力，他让凶尸停下，就把自己陷入危险之地。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他与蓝曦臣对视一眼，同时开口道：“要活捉。”魏无羡此刻心思极为活络，大脑飞速运转着。而且那人显然不会知道我身上有劫魂戒，所以我们昏迷过去之后，只带走了我的躯壳。这样说的话，他其实想抓走的是我。再然后呢？如果他发现了自己抓错了人，会怎么样？此时此刻，对于魏无羡来说，那人为什么要抓他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蓝忘机会被那个疯子怎么样。蓝曦臣压下了浮动的心绪，耐心道：“你可还记得那人有什么特点？”魏无羡摇了摇头：“天色太暗，加上我当时已经开始意识不清，什么也没看清。只是这人对鬼道的研习可能与我不相上下，只是有他不能及的地方，所以才想着要活捉我去。能在被人追得狼狈成如此模样，还大言不惭称追杀他的人和自己不相上下，偏偏还让人叹服他说的确实没错，也就夷陵老祖了。”蓝曦臣道：“我知道了，你先好好休息，我去写信告诉江宗主情况，随后再赴思源镇。”“哎，泽无君！”魏无羡唤住他，有些急切道：“带我一起，我也要去找蓝湛，今晚就要。既然那人当时没有起杀心，说明蓝湛现在应该还没事，早一天找到，我早一天安心。”“不！”蓝曦臣刚将不字说出口，果断地拒绝他，却看到了魏无羡的眼神，那是属于蓝忘机的，也不是属于蓝忘机的，但是里面酝酿的东西却是似曾相识。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多年前蓝忘机得知魏无羡被温潮抓走生死不明时的神情，那是被压抑的恐惧，对于失去的战力，以及迫切惶恐中不敢探听的小心翼翼，像一层脆弱的气泡，迷离空洞地隔绝着现实的光怪陆离。蓝曦臣沉默良久，迎着那双浅淡的眼睛低声道：“好吧。”是夜，顶着蓝忘机面孔的魏无羡冲蓝曦臣摆摆手，示意他不用把自己当成易碎品扶着，咬牙站了起来，登时就是一阵天旋地转，一把抓住了床头。虽说肉体早就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毕竟劫魂戒是自己的初次试验品，本想着平时无事时玩一玩，再跟蓝忘机商量着改进改进，谁知刚戴上就碰上了这档子事儿。初次实验成果落在分离的两人身上，显然是有不少缺陷的。比如现在魏无羡就能清晰地感受到魂魄在躯壳内不断震荡着，似乎是附体并不稳定，总是引得阵阵的头晕眼花，这也是他之前迟迟未能醒来的原因。蓝曦臣见他面色依旧苍白，忍不住道：“无羡，要不你再休息几天，我先去和江宗主他们会合。你身体这个样子，恐怕也不必。”魏无羡狠狠地闭了下眼睛，将灵魂震颤的恶心感忍了下去。在睁眼时，浅淡的瞳仁已经恢复如常。“小事，死不了。”蓝曦臣见劝不动他，便只好隐晦道：“你可要保重自己，否则救回忘机也是无益。”魏无羡闻言顿了一顿，微微点了个头：“我明白。”一路御剑飞行自不必说，这期间魏无羡试着运转了体内的灵力。他内视自身经脉时发现，蓝忘机身体的灵力修为可称极为深厚，一颗金丹运转相当强劲，
虽然由于年纪尚轻，其底蕴深厚不及温若寒，但是也低不到哪儿去。那么这就奇怪了。魏无羡脚下踩着碧尘，在瑟瑟的秋风中想得入了神。